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高低要搓澡，不搓不行。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，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。温蒂他们要走了，这是温蒂第3次来中国，第3次走。临走之前呢，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，希望我能替他完成。都有啥呢？第一个就是搓澡。温蒂第1次来的时候，听到搓澡这个概念，吓得直哆嗦，他拒绝的很彻底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脏。温蒂第2次来开始动摇，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，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。给温蒂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，给温蒂搓服了。她是温蒂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，温蒂记住了她。然后这次温蒂来第1天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，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，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，但是一切都不对。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。但搓澡这个事儿呢，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，我给忘了。铁岭的最后一天，温蒂看我不在，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，高低搓了一个澡，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，最后才满足离开，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。姐姐，你让那个叔叔给豆牛奶了吗？奶奶说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加牛奶。那啥玩意呢？你下次找我，我给加奶。OK。他们在里边搓奶浴，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。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，我人都憔悴了。还好我有欧诗曼真白银美白套装，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，能改善皮肤变黑，高效美白，不容易反黑，还有很多舒缓成分，上脸不刺激，贼舒服。温蒂临走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，一定要加火腿肠。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，全世界中国无敌，就中国最好吃，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。温蒂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，每天就找薯片、冰淇淋和快餐充饥。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，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，什么扬州炒饭、牛肉炒面、饺子啥的。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，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，贵的不行。哎，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，痴迷到啥程度呢？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，那高速上每一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。我说那这咋整？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。给温蒂乐坏了，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。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，随地方便面了。回到北京，温蒂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。然后温蒂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。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，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，那她肯定不一样啊。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？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说咋的了呢？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，气温达到了26度，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。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，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，不能上班了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，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。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，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。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，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，就写着此房出售，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。也就是说这个街区一到夏天，3伏和3七不一定谁先来，不一定谁先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，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，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，它也没有空调。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？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、看电影、搭积木。其中一个患者呀，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，但是女性视角电影芭比已经看了6遍，但是这些项目呢，温蒂不是很喜欢。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、美容店，还有空调，还给他去皱。但是呢，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，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、搭积木啊，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，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。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看我在那做 SPA，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？我们这儿都有空调，哪儿都有，不用蹭。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，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。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，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后来我是有点焦虑。26度给热成这样，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，能不能出机场啊？不得碰瓷儿啊！然后我一说，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，他们说没事儿，不可能有我们这热。大胖姐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，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，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，大马路上摊鸡蛋，车前盖上煎五花。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？温蒂说哎妈，中国人挺饿的，怎么搁哪不做饭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，非常嚣张，要这个周游华夏，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，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，记得稍微有点杂，跟我
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，去内蒙古看大熊猫，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，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，就是这么一个路线。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，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，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。我说你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，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，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。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！我没吱声，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，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，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给他关酒店，开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美容。雅萌双蛋白美容仪，我还真挺爱用，简单3滑，激活半脸的双蛋白，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，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。我聊会儿天时间，半边脸就打上去了，主打一个高效淡纹，在家也能高效保养。但是我还是有心眼，我看他们这么抠，这么虚，还要玩的这么野，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。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，我研究这明白。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，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。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，就说是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。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，跟我说，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，热情又慷慨，而且啥都不图。因为你得多喝热水。前天大胖媳妇儿自己攒钱掏钱给俺家买了台车，从上个月开始，他就天天跟我磨叽要给自己买台车，每天睁开眼睛就刷测评，追求的风格是低调但是吸睛，谁也不敢惹。但其实我完全就没当回事儿，我知道他存款多少，连个报废的捷达都买不起。结果前天我刚下班，我同事跟我说姐夫给我们都打电话了，说让你准备好，他提车了，今天要接你下班，然后带你去兜兜风。然后姐夫真的来了。来这吧。真差点给我推沟里。然后在路上，他们的姐夫给我讲了，这是他偶遇的一个老头卖他的，跟我说那个老头特别好，他卖别人2000他都不卖，就看我这个老外识货，觉得跟我有缘，卖我800。以后我就开这车，咱家正好有停车位都没用上。我说咱家停车位旁边停的车是迈巴赫，你停迈巴赫旁边啊？他说多般配啊，他是迈巴赫，我是卖800。我刚开始还有点生气，后来我想随便吧，他快乐就行。结果好景不长，晴天霹雳。昨天他想开他的豪车去买菜，被保安给拦住了，警告他说他开的这个车现在是过渡期，让他注意，他这个车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也就是说他买了台车还剩21天可以开。我一听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生气，你说买个车就剩21天，砸手里了。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是，那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仅有的21天吧，让这个车被废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死得其所，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然后就开始天天开，每天北门接早达，南门接张大铁，还帮物业送过2趟电闸钥匙，一天给他乐坏了。但这个车一开快，他漏风，他还舍不得买个新羽绒服，穿那个旧的冻的不行。我说你去抖音商城双12好物节呀，现在活动便宜不少，我给你买这件才不到600，点商城或评论区棉袄棉靴这些冬日超值好物都没满150减20，特划算。为了完美利用这21天，他去接张大铁放学都得先在幼儿园门口过3遍。爸爸去哪里了？爸爸去哪里了？主打一个3过校门而不接，子欲上而亲不待，一天天的开的老开心了。我看着他开心，我是尊重，但有时候我确实也憋不住，不得不实话实说。他开车让我在道边看他，问我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车像一个行走的大头贴？你在外面看就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有点快乐。我说句实话啊，你吧把车装太满了。我们从外面看呢，感觉这车像行走的另一种照片。从这个车旁边过，你说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快乐呢，不是很恰切。更准确的说，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安闲。